真正高段位的姥姥都是非常贤惠的，他们玩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人情。他能把你卖了，还要让你帮他去数钱，完事了你还要一辈子都忘不掉他。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不信啊，你们会觉得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能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骗了？哎，巧了，前段时间来找我的这个兄弟陈哥他也跟你们一样他的想法就是我不可能被骗，不可能被捞，结果最后呢被捞了上100个 W。而且最恐怖的是什么？陈哥竟然还觉得很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那个姥姥。陈哥这个人是搞币圈的同时呢还是在某推上的一个大博主搞了一个交友平台。而且陈哥这个人说话呢还贼有意思，经常把交友社区的这些女孩子哄得嘎嘎乐再加上他出手大方嘛，各种福利又送个不停，对吧？那这个呢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陈哥的绿泡泡里加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这个各路小美那就像陈哥这种互联网大手，对吧？而且经验还如此的丰富的人，又是如何被捞走上100个的呢？咱们呢就把话说回年初的时候，当时有个姑娘跟陈哥是同一个地方的，发私信就跟陈哥说什么呢？说自己大学刚毕业希望能够找个当地的这个男生交朋友，能够协助自己毕业出来以后能够找工作呀、创业什么的，对吧？虽然这姑娘不算很漂亮，但咱陈哥这人呢有2原则。第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月不登枉为男人。第二呢就是美不错过丑照杀，宁愿错付也不愿错过。所以陈哥反手就加了人家上去呢第一句话就是老乡见老乡，缘分到了泪汪汪。随后呢这个女生线下就跟他见了一面，发现这个女生比照片上漂亮太多了，而且条件应该也是不错的，背的包呢都是5位数的就像是盲盒开出了隐藏款那种感觉一样陈哥当时就觉得很惊喜嘛，觉得家庭条件又不错，对吧？然后认知也挺高的，于是呢就直接给这个女孩送了个项链想着表示一下。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的是什么？这个女生当时说了一句话直接把这个陈哥吊成了恋爱脑。她说什么？她说谢谢你的心意，但以后不准再送了。她说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纯粹一点。后面过了1周多这个女孩还给这个陈哥回了一个2万多的电子表，当时还说了一句话看你平时戴的表挺贵，我买不起，但是电子表你没有，而且这个电子表看起来很高级，跟你的气质也很搭。你们瞅瞅这话说的，谁来不迷糊呀，对吧？不过这个女生的手段也就才刚刚开始。比如有次呢陈哥发烧给这个女生发消息说什么颈难受，结果呢这个女生晾了陈哥一整晚上，第2天才跟陈哥说什么昨晚忙工作开了勿扰模式 sorry 我呢有个长辈是学医的他最近说流感很严重，所以给你做了个调理食谱对了，我还给你抓了点预防的药，挺苦的，但是希望你一定按时喝。这个就是这个女生的高明之处了，她全程没有给自己邀功，反而是把话题的重点都放在了陈哥的身上。那这个就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很关心你，我为你做的一切我都是不图回报的，我只希望你过得好好的。那这种女人不就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贤妻吗？那这种思路各位兄弟是不是也能够抄过来拿去攻略你喜欢的女孩子那具体怎么做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有不懂的来滴滴。那我们呢还是把故事回到陈哥的身上那他们经过这一次的拉扯之后呢，陈哥就彻底的上头了。那有一次呢他就跟这个女生怎么说的，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跟哥更进一步，哥以后养你。我知道有很多关注我的兄弟你们都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觉得我养你这种话听起来很帅，对不对？也可能是想要给他一个更好的条件。但我告诉你们，这种我养你的话千万不要对女孩子说。至于为什么，你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当时呢这个兄弟跟这个女生说完我养你之后，这个女生当时说什么她说我不需要你养，我也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也请你不要侮辱我，先自重再尊重。陈哥当时一听也知道是自己说错话了嘛，于是呢他就跟这个女生去解释说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是他自己嘴笨。但是这个女生当时怎么说的？她说我希望能站在你身边，而不是躲在你身后，你再考虑考虑吧，目前我们更适合做朋友。你们瞅瞅这3观多敞亮陈哥当时就彻底陷进去了，给这个女生直接买了一辆代步车，然后还花了小10个 W 吧，包了个场地，直接当着很多人的面给这个女生表白了。女生的朋友圈呢也全都是秀恩爱的照片，手机呢也是随便给陈哥看的随时都是这个样子，每次聚会都愿意去主动带着陈哥，听起来很幸福对吧？当然各位别忘了我最开始说的什么呀？陈哥半年
被捞100万。那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啊？有一天啊，这个女生就哭着打电话给陈哥说说自己开车的时候呢没注意撞了啊。陈哥当时就问撞哪儿了，人还是车呀，严不严重，受伤了没有？但是这个女生呢当时就一直哭啊，一个都没有回答。那陈哥当然就以为是这个女生害怕了嘛，于是呢就着急忙慌的跑过去了。到了现场一看啊，好家伙，街边站着一个小黄毛啊，龇牙咧嘴的就搁那骂这个女生呢。陈哥当时那个保护欲直接就拉满了，上去就把黄毛一推，结果这黄毛啊直接原地躺下了啊，各种鬼哭狼嚎，说陈哥开麦巴赫了不起啊，你有钱就能撞人，那行啊，撞了人就赔。结果没想到撞了人还要打人啊，反正这事儿啊当时闹得挺大声的，就很多围观群众就过来了，人越来越多了。陈哥当时那叫一个头疼，只能忍着性子啊，就只能去问这个黄毛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这个黄毛更是不得了了，开口就是要20个啊，不然呢就不走了，还要把这事传到网上去。陈哥当时本身呢也是玩互联网的，知道互联网的威力有多大，更别提他本身就有点公众人物这个意思。他确实也是有错在先嘛，所以说陈哥一合计，这20个 W 真的是说转就转了啊，他就把这事儿给抹平了。那最后呢，就任由这个黄毛讹走了20多个啊。之后又过了1个月，那这个女生呢又跟这个陈哥说什么？他那个离异的爸欠了笔网贷啊，这会儿呢要还50多个。本来陈哥还是比较犹豫的，结果这女生说了一句话，说你已经帮我很多了，这件事儿不用你管，我自己会想办法处理的，我不想拖累你。陈哥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这么懂事儿，于是呢又给咱陈哥搞昏头了，二话不说直接给这个女生打过去了60个。女生刚开始呢还一直不要，陈哥呢是半强迫半讲道理，最后呢才让这个女生把这笔给收下来了。你们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呀，把你卖了你还要帮他数票子。那后续呢，就是这个女生第2天啊就跟陈哥说回家处理事情去了啊，之后呢断联了1周多。1周后呢，陈哥就问他说你还要忙多久啊，要不要我来接你啊？这个女生当时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人说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啊。陈哥又问了，这么麻烦，要不你发个位置给我，我来帮帮你啊。这个女生又说了，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不行呢？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我告诉了你，我可以自己处理。那陈哥当时又解释了啊，说没这个意思呀，我就是看你这么久没回来，我担心嘛。那女生就说了，你这样让我很窒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那陈哥一看也急了呀，就说我哪里没有相信你了，我真的就只是关心你啊。然后女生说算了，我们各自冷静一段时间吧，现在这种相处模式不适合见面，本来我最近就够烦的了啊，我也不想影响到你。自此之后这个女生啊就没回过陈哥消息了。那明眼人啊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吧，女生这是在干啥呀？100万撤离了，但是咱陈哥呢还是愧疚呢，觉得自己给女生压力太大了啊，然后就跑来找我说希望能够留住这个女生。我在接手之后啊也知道现在这个陈哥的状态呢，就算是我告诉他你被捞了啊，他也不会信的，所以我就先花了1周多的时间帮他进行了一个心态调整啊，同时呢也在着手去收集一些信息。结果你们猜猜我发现了啥？各位还记得最开始那个讹了陈哥20个那个小黄毛吗？这小子可不简单啊！女生早在21年就跟这黄毛在一起了，包括后面所谓的什么家里欠债，哪有这码子事儿呢？估计啊这笔 money 早就流进黄毛的兜里了。然后这黄毛呢带着女生跑路了。陈哥在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心态当时是完全炸裂掉的，所以后续我真的是帮陈哥在收集各种证据，同时还带着陈哥深度的去学习了两性关系。现在啊，我又帮陈哥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当地的优质女生，陈哥呢也总算是走出来了一点。那这次我分享的这个故事可是陈哥强烈要求我给大家分享的说希望能够讲给各位兄弟听，能够以示警戒。所以兄弟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一个铁律，天底下没有绝对完美的女人。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既漂亮又有气质，然后完了还善解人意，不图你任何东西的女人，那我希望各位先反省一下，就自省一下，你有没有足够的认知，有没有足够的思维，你能不能应对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准备，那希望你能够保持学习的心，也可以先找教哥补补课嘛，把你的内核先填充满了，再去降维打击这类女人。OK， 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而强者只看人性。我是教哥，下期见。